你说，他在掖庭待诏，白卷怎么会在你的手里？是他跑到臣妾的内宫，交给臣妾的。竟然擅闯内宫，反了！来人！娘娘有何吩咐？什么？打入冷宫？嗨，我也是奉旨办事，别的就不多说了。冷宫就冷宫，在哪不是一样？走吧。昭君，你这一入冷宫，就再也不能见天日了。天日能带着他吗？昭君，昭君，昭君。陛下，一个丽君把你折腾的还不够吗？还要招来一个昭君？不能再沉迷下去了，我必须。这不是李夫人吗？陛下仔细看，这不是李夫人。没想到天下竟有如此相像之人，酷似李夫人，胜似李夫人。陛下所言极是。王政君，臣妾在。你可知罪？臣妾不知何罪之有。你私自扣留此画像，是何居心？陛下，容臣妾辩解一句。倘若不当，陛下爱杀爱剐，随便。哼，你倒硬气。起来，朕倒听听你的辩解。臣妾以为，此王昭君固然胜李夫人一筹，可她脸上有致命的一点。哪一点？陛下看到那颗黑痣了吗？毛延寿交给臣妾此画的时候曾说过：“人面无恶痣方为贵，痣之位置不同，含义千差万别，甚至大相径庭。其中最为忌讳的，就是眼角下端的滴泪痣。此痣人见人愁，心境顿如阴云密布。”泪水连连，愁苦万端。行了行了，不要再说了。此王昭君虽美，可她脸上恰有一颗滴泪痣。都说进滴泪痣者一生不能顺畅。好了，不要说了。陛下，臣妾这样做，可都是为了陛下着想。起来吧。有滴泪痣者不可进，朕知道。可这王昭君脸上真有滴泪痣吗？丽君不是跟他在一起吗？让丽君说吧。那王昭君脸上确实有一颗滴泪痣。都下去吧。这王昭君，念他文采过人，也就别太严厉了。臣妾明白了。把画留下。陛下，你怎么还在这儿？
丽君错了。朕一生最恨欺骗朕，可你就偏要。陛下，丽君再也不敢了，请陛下开恩吧。朕不想再见到你，下去吧。陛下，陛下。参见皇后娘娘。免礼，快起来。皇后娘娘这么急找班姬有何事啊？快进去吧，皇上一定等急了。进去？丽君都没进去，我怎敢先进去？他今天不来了。不来了？怎么会？他已经走了。走了？他去哪儿了？他呀，已经让皇上给轰出去了。真的？真有此事？是啊，丽君已经惹恼了皇上。怎么会这样？算了，你别问那么多了。班姬呀，只要你听我的话，你还会得到皇上宠爱的。哎，是。哎，你可别忘了，要事事谨慎，明白吗？班姬明白。皇后娘娘，请您放心，班姬时时刻刻都谨记皇后娘娘的吩咐，绝无二心。快进去吧。是。我虽然贵为皇后，对皇上最喜爱的戏却一窍不通啊。这一段就是当时母后和父皇在皇城外分别的时候，母后心中那无法言说之心情。你们知道，朕的母后是平民出身，她嫁给了当时沦落在民间的父皇，过着辛苦的日子。母后心中日日都在期盼她的夫君有朝一日能够回到皇族中去成为皇帝。母后深爱着朕，她多么希望朕能像其他皇子皇孙一般，在皇宫中过着幸福的日子。多少年来，这也是朕的母后心中所最期盼的事情。范爱妃，你哭了，看来你已经体会到了那种感受。这一天终于盼到了，父皇终于回到皇宫中做了皇帝，朕也顺利回到皇宫中，与其他皇子皇孙们过着幸福的日子。他心中是特别的高兴。可是当时的皇亲国戚们竟然嫌弃这平民出身的母后，嫌她出身卑微，不让她随着夫君一块儿回到父皇的身边去。当时母后特别的高兴，也特别的失望。在这种情绪之下，母后不得不离开父皇。她不知道这次分别，今生今世能否再次相见。爱妃，好了，别再落泪了。朕知道你是一个心地善良的人。来，坐下吧，坐下。朕这段所用的乃是高祖时的古风。风过河西气微澜，思前念昔涕泪连连。范爱妃，你们别难过，咱们现在就用这种心情再来练习。风过河西气微澜，思前念昔涕泪连连。你说，他在掖庭待诏，
白卷怎么会在你的手里？是他跑到臣妾的内宫，交给臣妾的。竟然擅闯内宫，反了！来人！娘娘有何吩咐？什么？打入冷宫？嗨，我也是奉旨办事，别的就不多说了。冷宫就冷宫，在哪儿不是一样？走吧。昭君，你这一入冷宫，就再也不能见天日了。天日能带着他吗？昭君，昭君，昭君。过来。把水拿给我。真难喝。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强儿，我叫王昭君。现在都实行叫这个君那个君的了。是蔡姑姑给我起的。哦，就是姓蔡的那个老苦瓜。你怎么可以这样说人家？哼，你倒还挺护着他的。她是我的教习。教习算什么东西？我问你，来之前住哪儿啊？叶庭待诏。是吗？有什么好笑的？叶庭待诏，连叶庭待诏都带到冷宫里来了。郑君呐，你说你能得好死吗？郑君，郑君是谁啊？王政君，就跟你差一个字。那是谁？你不知道？就是王皇后。皇后？皇后她也姓王吗？哼，也姓不了几天了。那你叫什么呀？听说过管婕妤吗？什么？你连我都没听说过？没有就是没有。把衣服给我拿过来。给我穿上。给我穿鞋。你的腿又没断，不会自己穿。你怎么这么跟我说话？我就会这样说话。回来！回来！来来来，过来！我不让你干什么了？我什么都不让你干了。啊？你看，我自己穿鞋。这下你坐吧。来，都怪我不好啊！真的，别让我一个人带着。
坐着吧，我去给你倒水。我一个人在这待了4年了，别跟我一般见识。来，喝水。你一个人在这儿待了4年了？对，4年了，全是王正军搞的鬼。你来这恐怕也是吧？我不知道。你犯了什么错？我来这儿1年多，没有见到陛下，我就想让陛下放我回家。你想回家？是啊。结果，陛下就生气了。行了，不用说了，一定是他又搞鬼了。你长得太漂亮了，他怎么能容得下你？那你犯了什么错？我犯的错，就是因为我比他长得好看。是啊，我觉得您是长得挺好看的。是吗？我都觉得我老了。不过我再老，那也还是比他好看。那，你什么时候能出去？快了，等到王皇后完蛋的那天。那还要等到什么时候呢？我觉得皇后不会那么快就死的。会的，你就等着瞧吧。他做了那么多的坏事，杀死了那么多的人，皇上是不会不知道的。皇后有你说的那么坏吗？你不觉得她坏啊？我只见过她一面，没觉得她像你说的那样啊。那是因为你太小了。可是也没有别人跟我说她坏啊。谁敢呢？说的也是。听说她家里10几个人都封了侯，在朝廷里做大官呢。什么？你说他家10几个人都做了大官？是啊，难道你不知道吗？这恐怕是这1、2年的事情吧？你说的是真的吗？对啊，我这是听黄总管说的，我想应该不会是假的吧。黄总管？对啊，这里面的事儿他都知道的。完了，这下完了。你怎么了？看来我管监狱是有无翻身之日了。为什么？他家10几个人都封了侯，他这个皇后的位子算是坐稳了。你也想当皇后？本来就该是我的。那，你和皇后打起来了？他那个时候，他就连跟我说话大声点都不敢。那，你得罪皇上了？皇上他太容易受骗了。事情都已经成这样了，你哭也没用啊！你别劝我，你走吧。你这是出去！你给我出去！出去就出去！
昭君呢？我一直担心你落下个我的下场，可如今你却比我还不如，被打入冷宫。何时才能走出那暗无天日的地方？昭君。来饭了，吃饭吧。管婕妤吃饭了。管婕妤吃饭了。用我的脂粉装扮它，从我的礼装里取一件上好的给它穿上，再找一块好地，用上好的棺木葬它。娘娘仁慈。这样吧，让他回家，入殓后把他送回家乡，以我的名义给他的家人一些银两，就说我们姐妹一场，算是最后的一点心意。娘娘圣明，天下人都会记得娘娘的大恩大德。这里面的事情你是知道的。哎呦，娘娘，娘娘，奴才一向对娘娘是忠心耿耿啊。你先起来吧。哎，谢娘娘。你是明白人，这我知道。你觉得这样办好不好？娘娘，这管婕妤往日常惹娘娘气恼，现在她死了，娘娘却如此的善待她。她若地下有灵，也会感激娘娘的仁慈之心。哼，仁慈。假如我跟她换一下，今天死的是我，她也会这样待我的。她心里明白，我跟她之间并无冤仇。快去呀！遵旨。国中地震，南方大水，北方山崩，还有地方竟然6月飞雪，天地异常。看来是朕无德无能，神明发怒啊！陛下，微臣愚见，6月飞雪乃是天下有奇冤之象啊！你可以派人到全国各地去看看，看看民间到底有何冤屈。总而言之，这天地异常，乃朕无德所致。立即昭告天下，说百姓受苦受难，天地异常，乃朕无德所致。各受灾县地减免税赋3年，免征徭役。
并派有司用国库银两到各地赈济，不得有误。启奏陛下，国库也不充裕，如果再动用库银，陛下皇室的开支只怕不大够啊。那就让皇室节俭度用。先皇帝文景之时，内廷粗衣淡饭而国家大治，先祖能做的，朕又有何不能做呢？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先祖文景之时，太后、皇后节俭勤君，为日用之需，常亲访亲之。内廷拮据，而国家大治。而今国中有难，我等也应效法先贤，自成其用。自今日起1个月内，所有嫔妃女士，每人要做得自身衣物和南服各1件，如有延误，必当治罪。皇后娘娘长寿。这是一次难得的机会，知道吗？要不，你就要永远在这儿待下去了。你看关婕妤死得多惨呐！姑姑，你就放心吧，我会好好绣的。你好像一下子长大了许多。好了，好好绣啊。绣完了之后呢，找一个一般不容易看到的地方，绣上你的名字。等日后陛下船上看见了，那就算是行了。你知道了吗？我知道了。那万一他们要是发现是你送的材料，那怎么办？到那个时候，查出来就查出来。反正我在这里待了几10年了，我早就想出去了。死了不就出去了吗？这怎么行？别想那么多了，我看也查不出来，我把你做的那些活跟他们做的混到一块儿，那么多呢，哪儿查去？好了，对了，待会儿我把那些布和针线给你送过来。那好吧，谢谢你，蔡姑姑。孩子，你的手真是太巧了，做的披风都是这么漂亮。都是从小跟我娘学的。王将军，哦，哎呀，黄总管，你的运气可真好啊！全靠黄总管费心。来，请吧。好。王敦，平身，平身。谢陛下。早就在已故李大将军的奏本中报你屡建战功啊！朕早就想见你一见。今日王敦得以拜见皇上，实乃3生有幸。朕非明君，
却也爱惜忠臣名将。你如此忠心报国，本该有重赏，只因事情太仓促，怕得日后了。王盾报国杀敌，不求赏赐，只求用王盾薄命，护我疆土，肝脑涂地，以报皇恩。王盾，你这么说，朕更过意不去了。这样吧，朕派韩昌、张莽二使与你同去，为你助威。谢陛下隆恩。好，你这就去准备出发吧。怎么还有事？陛下，王盾有一族亲女子现在宫中，此次王盾带有家书一封，想让奴才转交，不知陛下以为？哦，是哪一位爱妃？此女尚未得幸，还在掖庭待诏。哦，既然还在待诏，那把信传过去，这无何不妥。只是直说无妨。那女子犯有过失，现在冷宫中反省，奴才一直没有敢跟王盾说。放出来就是了。是不是那个王昭君？我见过他的画像，毛画师画得很美。陛下，不光是毛画师画的美，她本人长得也很美。奴才斗胆说一句，此女子乃是奴才所见过的女子当中名副其实的绝色美人，而且与当年的李夫人长得又十分相像，所以，只可惜美玉微瑕呀。微瑕？这件事你不必多言了。这样吧，他在冷宫待得很久了，他反省的也够了，就放他出来吧。遵旨，奴才这就去办。慢，王盾呐，朕念你报国心诚，特准你面交家书给你的族亲女子。谢皇上，王盾愿为皇上安康，万死不辞。只是宫中多有不便，多言无益，少言或不言最好。王盾明白，王盾只是转交家书，不会多言。那就让黄总管带你去吧。谢皇上。昭君姑娘，你别跑啊！昭君姑娘，皇上可说了少言或不言最好，听见没有啊？昭君姑娘，你记着千万别多说，要不然我们可一起完蛋呐！黄总管，你放心吧。在那儿呢，盾哥，强儿，将军，赶紧递上家书吧。盾哥，强儿，你在这过得好吗？你瘦了。盾哥，强儿，你多保重。姑娘该回宫了。盾哥，等到了边关以后，一定要在怀革战死的地方立块墓碑。行了，你放心。走吧，强儿。盾哥，强儿。行了，姑娘。强儿。盾哥。行了，进去吧关门。是。蔡姑姑，昭君姑娘。一定要离开这儿。
你比蔡姑姑要幸运得多。不，是不幸。大汉皇帝问候匈奴呼韩邪大单于。呼韩邪欢迎汉使，祝大汉皇帝长寿。为大汉欢呼！为了帮我呼韩邪统一匈奴，大汉李大将军全军覆没，大汉之德不可忘啊！可是我觉得，他们从来就没有把咱们当成他们自己人来看，那了不起的劲儿，神气，我瞧着我就生气。那是你自己多想了，你不把别人当朋友，是不会在别人心目中成为朋友的。父王，要我说，与其和汉，还不如咱们北上和郅支。郅支他也有这样的想法，一定会和好的呀。咱们匈奴人嘛，怎么着说都是一家子。荒唐！弟弟，匈汉也能成为一家的。人家瞧得起你吗？巨魔车，你怎么就总觉得汉人对咱们不真心呢？是真心，是真心，为何从不跟咱们真的结盟？你们谁从他们嘴里听到过什么匈汉一家的话呀？哼，谁要是能让我听见他们说出这样的话来，我就相信他。没有吧？父王也没听过吧？最近我听说呼韩邪有个儿子叫巨墨车的，一直主张呼韩邪和郅支联合对付大汉。是吗？根据我的观察，呼韩邪现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调整，已经是兵强马壮。如果此时他与郅支联合起来对付大汉的话，确实对我们大汉会构成很严重的威胁。我大汉对呼韩邪有求必应，他要是反汉，那他就太没良心了。我想不至于吧。呼韩邪当然不至于即刻反汉，他毕竟是个有良心的人。可是，谁也不能够保证他的想法有一天会不会变。为什么？我大汉对他们怎么不好了？没错，大汉一向对他不薄。可是，请将军直言。王顿一介武夫，但在边关与匈奴打交道多年，对于他们的想法，也多少有些了解。那他们怎么想的？两位大人，你们想想，如果你们是他的大单于和他的王子们，面对现在南有大汉，北有郅支的局面，又会怎么样呢？虽然呼韩邪感激大汉对他多年的相助之情，可他毕竟是一个大单于，他更多的应该为他的人民着想。所以，面临这样两面夹击的局势，他现在更看重的是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局面。对，他在大汉和郅支的夹缝中间，很难说能有什么稳定。所言极是，所以现在呼韩邪急需从这种夹缝中解脱出来，要么彻底与大汉和好，要么就像巨墨车所说，与郅支和好，彻底抗汉。他们不是已经和汉了吗？没错，呼韩邪现在已经和汉，可是这大汉和匈奴本就非一族，实在很难真正的成为一家。这所谓的和好，到底能维系多久？可郅支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本来就是一家人。现在
不过是因为大单于之位的事情有所争斗。现在看来，虽然仇如敌对，可毕竟是亲兄弟。如果有朝一日他们坐在一起，把事情说开，就很容易像以前的大匈奴一样团结在一处，独占北方。你们这样想下来，大单于到底能做怎样的取舍？而大汉对他所谓的感激之情，又能维系多久？将军所言极是，我们应该想个办法，让呼韩爷觉得和大汉是一家。此事很难呐，大汉和匈奴毕竟是异族，即便是成为一家的话，也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办到的。张大人说的有道理，汉匈和好乃百年大计，我们需要从一时一事开始做起。呼韩爷也深知这个道理，所以他并不急于求成。而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从一点一滴让他感觉到我们大汉对他的诚意。现在既然呼韩爷对大汉心存感激，只要我们稍加努力，推波助澜，锦上添花，就会让他明白，与汉和好方为上上之策。这样，就算是他身边的人对他再提出那些错误的意见，他也有条件应对。不过，我倒是第一次见到极力主和的武将啊！张大人，适才王敦一番直言，是为大汉江山社稷着想。若换王敦自己，恩师李大将军、胞弟王怀皆为匈奴人所杀，就让王敦杀光匈奴人，战死疆场，王敦也绝无怨言。张猛一句戏言，王将军不要在意啊。王将军赤胆忠心，我等早有耳闻呐。王敦一介武夫，适才言论过多，还望见谅。不，听王将军一席话，我等顿开茅塞呀。我认为，在此与呼韩爷盟誓，固其归汉之心呐。韩将军，我等此次前来并没有此项任务。如果擅自结盟礼约，回去后定会受到责备。朝中臣僚如果议论我等有辱朝廷，将如何回答？若与呼韩爷结盟，便被认为有辱朝廷，那足以证明我大汉与匈奴和好没有诚意。那有朝一日呼韩爷反汉，便不足为奇。张大人，你不要多想朝中那些老朽，他们身居国中，闭门造车。张大人，我想应该依王将军所言，与呼韩爷结盟，事不宜迟啊。张猛为韩将军马首是瞻。坐，请。若当真如此，我便将边关兵马大加调整，做出气吞山河之势，让他呼韩爷知道，即使他与郅支联手，其兵力也非我大汉所不能及。好啊，一文一武，遥相呼应啊！那呼韩爷何去何从，可想而知。好，就这么定了。干！来！诺水东山作证，大汉和匈奴自此合为一家，不分彼此，世代好合。对，世世代代不得相诈相攻，子子孙孙相敬如盟。关于韩昌、张猛与匈奴签订我大汉王朝国约之事，诸位爱卿还有什么意见吗？陛下，老臣认为韩昌、张猛自作主张，与呼韩爷私自订立互不侵犯之盟约，我看有损国威和大汉朝的声誉，不可得行。臣以为，韩昌、张猛正是遵循了陛下一贯的主张，且发现边塞存在的危机，才会有此举动的。此话差矣。无论如何，先斩后奏，目无天子，罪至不赦。臣以为应立即解约。你说的不对。对，不可以呀，不能和匈奴人这样。应该这次以往下去。好了，都不用说了。朕以为韩张二人见机行事，
当机立断，虽未及时禀报朝廷，那是因为路途过于遥远，事出有因，罪错不重，而且功大于过，所以朕认为，与呼韩爷所订立之盟约，非但不解除，且立刻开始执行。皇上圣明，臣以为，另一股匈奴人郅支虽然气数已尽，但如今仍有东山再起之意。要想彻底得到匈奴人的心，不如派一名使节再与郅支讲和，以便试探这伙人的心意。朕以为此举当可行。通知边关王盾将军，没有朕的命令，绝不轻易出关攻打匈奴郅支。皇上圣明。你们既然和姬侯山合为一家，那为什么还来找我呢？大汉天子愿主持匈奴单于兄弟的和好，完成匈奴统一大业。据我所知，你们已经和呼韩邪订立了盟约，我和他有杀父之仇，我们怎么能坐在一起呢？看来，你们是真心想羞辱我。当然，我同意议和，但是我有一个根本的条件，那就是你们必须和呼韩邪解约，承认我是唯一的大单于，否则我绝不答应。既然如此，下官回去禀报，再做面谈。蓝墨镜在。送客。走吧。陛下，郅支杀了汉使不说，还变本加厉，不停地向我大汉边关及汉地渗透蚕食，边关百姓叫苦连天呐！张猛在，朕命你拿朕的令牌，火速赶去边关，命甘延寿、陈汤二位将军及与王盾将军配合，火速抗击匈奴郅支。陛下，边关数百里，就是昼夜兼程，马不停蹄也来不及呀！你醒了，看来你又做梦了。我听见你在叫一个怀哥，还有一个叫盾哥的。他们是赵军自小玩到大的兄弟，是我心目中的英雄。我真不明白，像你这样多情的姑娘，怎么会自愿到宫里来呢？其实我也不明白，但这1年多，以前想不通的事情想通了，想通的事情反倒想不通了。不管怎么说，姑娘有幸心中有惦记的人，人间
也惦记着你呀。其实不怕姑姑笑话，昭君心中除了顿哥、怀哥之外，还惦记着另外一个人。谁呀？这封信是姑姑的表侄张子仙在被充军之前让他的妻子捎给我的，我一直留着。我可以看吗？你是他的表姑，当然可以看了。天哪！我这个傻侄子，难得他一片痴情啊！我原先一直不理解他，现在心里还挺惦念他的。人心都是肉长的，谁能不动心呢？他现在在北方，就是塞北大漠上，所以昭君原在北方，不在这里。昭君，你不要瞎想啊，说不定啊，会时来运转呢。我说过，我想回家。别再想了，想了也没用的。快点，快点，快点，都快点干活！快点！看什么看什么？看什么看？看什么看？那一定是匈奴人捣乱来了！快回去干活去！快去！快点！赵建超，今儿这仗打得可够凶的，这不都和好了吗？怎么又打起来了？我说你管这么些干什么？啊！你别忘了，你已经不是什么县令了，你呀，好好的在这儿服苦役，等着皇上大赦吧你啊！要不然的话，就等着把你这点尸骨和那些匈奴人埋到一块儿去。哎，看什么看？看什么看？干活去！快点，走！干活去！快点，走！快点，走！因为我也是个野孩子啊，在嫁给他之前，我想怎么样都成。他要是不愿意，我就不嫁了。强儿，让大哥听你的，再苦再难，我也要活下去。我都是为了你。当然可以，我求之不得呢。你是谁呀？你是匈奴人？你是汉人？
你到底是什么人啊？又要打仗了。你看，你说什么？看那儿，那边所有的汉军都出动了。突击不突！大将军，上马！别往追！小心有诈！全体回营！这！突击孤独！突击孤独！阿多木将军，我们的兵马已经重整完毕，随时配合合围。没什么合围，蓝墨迹。我们该回去好好的为突骑孤独大将军疗伤。另外，我们还要好好的休息。将军不是刚刚发出合围的信号吗？我是发给他们看的。我们的人全都在这儿，还会有谁？哈，真是太妙了！阿多木将军，出什么事了？我箭坠掉了，不行，我得回去找。你们先回营吧，小心护送好大将军。是。这。把你给丢了。大将军，阿多木，好点没有？还好。快坐。好。阿多木，听说你的箭坠找到了。啊，找到了。恐怕我这一辈子也很难再见到他了。我真不明白，你所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了他吗？只是我怕，他已经不会再喜欢我了。不会的，
从今天起，我的一切就是你的一切。突骑都大将军，你别这么说。阿多姆将军，你是个汉子，看你打仗真是一件愉快的事儿。让你觉得好就行。哎，这下你觉得我是你的朋友了吧？何止是朋友，你救过我的命。我们匈奴人有个规矩，被谁救过命，就要把谁当成自己的兄长。虽然我年龄比你长几岁，现在我们是亲兄弟了。阿多姆哥哥，这么说，你可以放我回去了。为什么？你在这里不是很好吗？有什么事情让你不愉快？啊不，没有，我很愉快。唉，可是你呀，还是不喜欢这儿。不是的，不是的，突骑都，不是这样的。我很喜欢这儿，我走了以后也肯定会想念你们的。这么说吧，也许说不定有一天我还会回来呢。要是这样，那你为什么还要走呢？等我们打败姬侯山之后，我把单于卫让给你。我们匈奴有这规矩，做哥哥的先要做大单于。况且我们是兄弟。突骑都，你不明白。唉，那你说说看，能让我明白一些吗？我家乡有人在等着我回去。你的父母？对。那我们把他们接过来。你是不是担心他们不喜欢住在这里？不光是这样，还有一个姑娘。姑娘？我说你呢，要么那天我给你那么多姑娘，你一个都不喜欢。这没关系，我们也可以把她接过来。这怎么可能啊！我的家乡在南面很遥远的地方，你不知道有多远。现在只想回家隐居在那里，谁也不知道曾经在我身上发生过什么。那不行，你是个人才，我们匈奴需要你。路远不要紧，我们匈奴人最不怕的就是路远。到时候我们可以多些人去，要不干脆率军打过去。大汉皇帝要是讲和，就把你那个姑娘当成讲和的条件。别说了，突骑都，你知道这样一来我不就成了叛徒了？我们汉人最恨、最看不起的就是叛徒，变节投敌，猪狗不如。不，可是我觉得你是个英雄。那是你觉得，突骑都。我实际上是个怕死鬼。李大将军他们全为大汉捐躯了，可是我没有。无谓的死是不明智的，但可以让敌人看到我们的胆气。我没有这个胆气，我不想死，怕死了以后就再也见不到我心爱的姑娘了。对呀，对呀，你不死是有理由的。不，怕死就是怕死，没有什么可以为怕死充当理由。你应该鄙视我。不，阿多姆将军，我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你这样，什么事情都和我想到一块儿去的人。放我走吧，突骑都，就像我们以前说好那样，让我带走30个人就够了。不，我可以让你多带些人走。你答应了？就算是吧。为了那个姑娘，你可以放弃你们汉人最看重的名节。可见那个姑娘对你确实太重要了。你这么想就对了。不过，你得答应我一件事儿。什么？你再帮我一次忙。你要知道，我父王死后，我们这儿太缺人了。你得再帮我一次忙。那好吧，不过你得快点。我会的，阿多姆哥哥，好好睡觉吧。
蓝墨迹，在。有什么事？突骑孤独单于，你过来。蓝墨迹，你一直是我最信任的人，而且是最忠实您的人。那好，我想请你帮我一个忙。您说吧，突骑孤独单于。阿多姆将军还是要走，那就杀了他。你疯了吗？你不是已经觉得他是你的朋友了吗？还这么想？啊，是我想错了。您接着说，突骑孤独单于。阿多姆将军的汉名，你知道吗？好像叫王怀，王怀对吧？对极了，蓝墨迹。你马上派些人到边关，跟那里的汉人说，有一个叫王怀的汉人，一直在帮助突骑孤图作战，而且突骑孤图每一次的胜利，都是由王将军指挥的。为什么？那阿多木将军就回不了汉地了？你希望他回家吗？我告诉你，他可是个有用的人。哦，我明白了，突骑孤独单于。明白了，就快去办吧。好嘞。一派胡言！怀是我兄弟，我了解，不可能干出这种事来。他已经阵亡了，他是英雄。你别往心里去，匈奴，这是阴谋，匈奴人的阴谋。王将军别往心里去。不过这次回朝，王将军还是暂缓一下，免得谣言传到皇上耳朵里。哼！我说过，我王盾回不回朝无所谓。好吧，这次就烦请陈将军、甘将军二位带我回朝向皇上禀明边关的战况。关于谣言之事，最好别让甘延寿将军知道。为什么？人心向背，还是小心点好啊。咱们都是朋友，不说这些了。我建议，倒不如趁此机会，我们走后，将军找些俘虏了解一下李大将军全军覆没的真实情况，有备无患呐。阿多姆将军，想什么没事呢？她是我们大汉最美丽的姑娘。你怎么老拿着这根棍子呀？传家宝。哼，你从小就生活在这儿啊？对，就没离开过草原，也没有离开过艾米河。那也就是说，您是这里发生的那些战争的见证人了。啥叫见证人？哈，就是那些打仗的事情啊，你全都知道。当然知道了。在这里打仗，谁输谁赢，我看得一清二楚。哎，你能帮我做件事吗？啥事儿？说。只要我能办到的，我一定帮忙。这是我父亲临死的时候嘱咐我的。你父亲？对，他是你们汉人，我娘是匈奴人。你说他一个汉人，怎么会跑到这个不毛之地来，还娶了一个匈奴女人？还生下了我。
哎，你把你的棍子给我看看，好吗？行，那。哎呀，你的这个传家宝，好像不是一根一般的棍子呀。这当然不是一般的棍子了。我觉得你父亲简直是个传奇人物啊！哎，他是干什么的？他干啥不重要，关键是他临死的时候，他嘱咐我，一定要帮助在这里受苦受难的人。哦，哎，那你这回就帮我一个忙好不好啊？嗯。啥事儿？你说。啊？站住！干什么的？我找赵监头说点事儿。不行，回去。什么人？让他来吧。进去吧。哎，什么事儿啊？哎，赵监头，哎，您来，来。张子仙，你这是哪儿发财了吧？赵监头，这是我做县令的时候攒下的最后2两银子了。嗯，我都给你，你只要答应我离开这儿1天1夜就行。你到底要去哪儿？啊，是这样，我有一个同乡啊，在这儿打过匈奴，阵亡了，我想呢，去看一看他的墓。看不出来，你这书呆子挺重情义的嘛。是啊。行了，去吧。哎，给我记住，明天这个时候准时给我回来。哎，赵监头，多谢。多谢啊，去吧。哎，你说，他们死在离艾米河畔很近的地方，对吗？是将军，当时李大将军和他的部下死得好惨，杀的真是尸横遍野。走，现在带我去看看。那个地方离这儿至少有50里地呢。50里，500里也要带我去。这地方就是当年的战场，我当时就站在艾米河畔看得清清楚楚，打得很惨烈，1天3夜。1天3夜？最后1天啊，把这白天啊打得跟晚上一样，啥都看不见。你看。当年我在家乡做县令的时候，听王怀的家人说过，他一直跟随在李大将军左右。想必他战死的地方就在附近吧。王怀兄弟，没想到我们会在这个地方相会。要不是我，你会跑到这个地方来。可是，要不是因为你，我会到这个地方来吗？这是什么？这是天命。也许我张子谦会跟你一样，就此了却一生。可强儿呢？他活着，我就得活着。兄弟，赶紧走，快！将军，看！
将军，你看，刚建好的新墓。这就是郅支，匈奴最坏的首领。近10年，匈奴对我大汉的战争都是由他挑起的。今天，他已被我大汉将军甘延寿陈汤所诛。郅支已死。匈奴的呼韩邪单于近日要来长安面君，商讨和好大计。从今往后，边关就要太平了。为了庆贺太平，今天我把全部的姐妹都叫来了，大家一起高兴一下。来，姐妹们，这是陛下赐的烈性祭酒，为的是纪念我大汉复兴勇敢杀敌的勇士。干了吧！小女斗胆，想问2位将军。这位姑娘有什么话，你尽管问吧。此次出兵郅支大单于庭，请问王将军身在何处？王将军当然是首当其冲了。那为何听2位将军谈话之中，没有提到王将军呢？王顿将军本来是与我们一起返朝的。可是什么？是不是王将军遭遇到什么不测了？王昭君，放肆！陛下，我呼韩邪大单于与朕讲话，不必拘礼。谢陛下。我对大汉及陛下一向怀有敬仰之情，只是北面事紧，难于脱身，不能常请陛下大安。今郅支已诛，残敌远遁，匈奴统一，边关安宁。我这里先饮一盏，贺陛下大功告成。好，众爱卿，咱们一块儿与大单于共饮一盏。大单于果真乃豪爽之英雄，朕无德之人，岂敢受贺？朕这一盏，贺匈奴统一之功，愿大汉匈奴就此永世友好。我呼韩邪谢陛下多次盛情款待。大单于何出此言呢？大单于乃远方之贵客，先生有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啊！朕聊尽地主之谊，何足挂齿。待朕他日到你单于庭做客几日，大单于又该如何呀？陛下如有一日驾临我单于庭，我呼韩邪将请全匈奴之美以御陛下。祁连山边听胡笳，方知世间无尽头啊！说得真好，不知这诗句出自何处？朕信口一提罢了，不必在意。陛下说的这些太好了，只不过是无病呻吟呐。朕一没见过祁连山，二又没听过胡笳。朕每日身居宫中，更不知天边景色为何呀。此事容易，陛下如有此雅兴，待日后选一夏季，我来接陛下到祁连山一游，让陛下亲眼看一看匈奴千里绿草，一望无边，胡笳随风而至，骏马乘歌而去。哎呀，只是不知陛下何时可以成行啊？怕是很难喽。这有何难呢？1个月足够。呼韩邪大单于有所不知啊，我大汉朝地大物博，百业正兴，陛下乃是一国之主，日理万机，有恐不及，哪有这样的空闲呢？那我大匈奴也是地广千万里，百世代理。可我们大单于怎么就有空来访汉呢？你不要多嘴，还请韩大人见谅。王子
倒也淳朴可爱呀。只是不知韩大人能否帮我去掉这孩子心中的疑问？如果能，呼韩爷感激不尽。在汉地，教育孩子是父亲的职责。那作为叔父，是不是也有责任回答这孩子提出的疑问呢？当然。兄汉已经盟誓合为一家，如今你我是兄弟，我的孩子不也是你的孩子吗？然而，臣韩昌也得考虑到，单于乃是匈奴一方之主，怎敢对王子妄加教训呢？陛下，韩大人自说没有资格，看来只有陛下才能帮我教育一下我的孩子了。哎，朕以为小王子问的很有道理，没什么好教育的。那这么说，陛下可以到单于庭一游？当然可以。大单于，你能忙里偷闲到我长安城里一聚，朕当然也可以忙里偷闲的到你单于庭一游啊。小王子，你觉得朕答得如何呀？谢陛下开导之恩。好，起来起来。谢陛下。那陛下何时成行啊？这个容后商定。不过朕是一定要去的。那我先以此酒预祝陛下光临我单于庭。朕也祝你匈奴万民安康。请。为祝陛下宴幸，我呼韩爷准备亲自烤制全羊一只，请陛下品尝。那就有劳大单于了。陛下，臣斗胆建议真言。真言无罪，快快说来。陛下方才的话差矣。差在何处？陛下贵为天子，怎么可以答应呼韩爷去什么大单于庭？如果爱卿能够回答出小王子的问题来，朕就不必费那么多口舌了。微臣失职，该当罪责。可那呼韩爷他应该知道，如此发问即是清君呐。可偏偏问朕的不是那呼韩爷，而是他的小王子。那想必是他们提前说好了的。既然人家已经问出来了，就必须要给人家一个答复，而且要让人家心服口服。那陛下非要微臣说出，我大汉天子怎么可以去那偏远之地吗？爱卿此言差矣。既然我大汉与那匈奴已经缔结兄弟之盟约，做弟弟的已经来看哥哥了，那做哥哥的为什么就不能去看弟弟呢？想来是没把他真当兄弟。即便如此，那陛下也不可以就此答应，而且还说是一定要去。臣以为陛下所言极是，既有人君之风，令呼韩爷信服，话中有多回旋之处，说一定要去，但刑期未定，日后一直未成行就是了。臣爱卿之意是希望朕先用话欺那呼韩爷了，这么做岂不是有辱朕的诚信吗？陛下，末将不才，怎知道我大汉有朝一日不能将匈奴人赶出漠北，威震大漠，以报前朝累日之仇。到那时，想必陛下也一定想去看一看吧。爱卿之意是朕乃穷兵黩武之人，笑里藏刀啊！微臣愚钝，不知陛下用心良苦，现在方知道陛下所言多有玄机，还望陛下明示。祁连山下听胡笳，方知天边无尽头啊！我就觉得呀，他们没有把我们当成真兄弟。别听那韩昌饶舌，大汉皇帝不说的好好的吗？可我还是觉得他们不是什么兄弟，至少不如智之那样。更让我觉得是一家人。你为什么会这样想？智之怎么说，也是父王的哥哥。可汉人呢？汉人是什么？哎，一直以来不就是这样吗？他们过他们的，我们过我们的，这有什么奇怪的？那也不能做兄弟，最多就是邻居。也许这还得由大汉的皇帝陛下来回答。
众爱卿，谁来替朕跟这位小王子说一说，这邻居和兄弟有何区别呀？臣以为，同出一父者为兄弟，同居一处者为邻居。那兄弟亲呢，还是邻居亲？从血缘上讲，是兄弟亲；可是从情义上讲，友善的邻居比兄弟还亲呢。例如贵匈奴的地方五单于之战，和后来的郅支和呼韩邪之争，均出自兄弟之间。而能为大单于助一臂之力，后来全军覆没的李大将军，出自大汉。没错，友善的邻居可以结拜成兄弟吗？哎，那他们不算是真正的兄弟，没有共同的血，怎么能说是真正的兄弟呢？你一定要让邻居有血缘关系吗？对，你们的祖先夏后氏就是我们的亲戚。那太久远了，血都已经淡了吗？哦，那就拿你来说吧。比方说，你娶了一个汉家姑娘，那你就是汉家的女婿。陛下，呼韩邪愿做汉家婿。哦，好啊，好啊。朕愿将公主许配于大单于，这样，咱们就能够成为小王子口中所说的真正的亲戚了，是不是啊？谢陛下大恩。哎，大单于不必多礼，不必多礼。既为陛下之婿，家礼总不能少。好，这样说来，朕要为大单于亲主婚姻了。来，宾主共饮，作为定亲之酒。来，干！昭君，昭君，昭君啊，姐妹们都在歌舞言笑，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啊？昭君，怎么了？看你眼睛红红的。没什么，真的没什么。蔡姑姑，我只是想到一些往事。要是没有战争，我或许完全是另外一种活法。昭君啊，你心里难受了，是不是上次送信的那个族兄啊？还有别人，都已经战死了。是这样，不过你现在就得想开了啊！这边关的仇已经有人替你报了，那么这边关也就安宁了。那大汉将士都能回来了吗？那怎么会呢？那边关总还得有人守着的。我知道会是这样的，死了一个郅支，总还是有别人。你呀，你这小小的王昭君呢，竟然为天下大事操心。要是没有战争，那该多好啊！那样就不会有人战死，不会有人被杀，不会有人去打边关，我那个族兄就可以回来了。姑姑，我来宫里的时候不懂事，一路上都没理他。我现在后悔死了，我有好多好多话要跟他说。昭君，你不要忘了，你现在是在宫里，你就像那只鸟。我这样形容不太合适。你
你这样的形容，再合适不过了。反正你这一辈子再也见不到他了。那我宁可不要回家，我要到边关去找他。赵军，你想点有用的好不好啊？你小小的年纪，知道什么？我怎么不知道？他们让我做汉家女婿，那是在嘲笑我。可父王呢？父王真要做他家女婿？做女婿有什么不好？不正像你所说的，成为一家人了吗？一家人？那汉人有什么好？汉人就是土地好一点，出产东西多。这橘子咱们也没有，我不稀罕。君莫车弟弟，你这是在跟人家赌气，妒忌人家。不是我妒忌，是你无知。2年前，你就听都隆齐舅舅的蛊惑，说父亲要娶的新胭脂在南方，害得父王每天晚上都在做娶汉家女子的美梦。这不是梦，是上天的旨意。就算是吧，上天还有一个旨意，就是要我们拿下汉人的天下，这样我们就不用巴结他们了。在你我和你儿子的有生之年，你说的这些都做不到。做不到就做不到，但汉人想做，却可以做到。那就跟他们拼。弟弟，你这个想法不现实。你这样拼的结果，就是一个匈奴人也剩不下，大匈奴就这样在大地上永远的消失了。你说的对，刁涛莫高。知道吗？我之所以恨你志之大伯，就是因为他总是要让匈奴人没完没了的残杀，最后全部毁灭。其实我可以把单于位让给志之，但我知道，志之只要活着，就会不断的挑起战争。这我知道，可咱们现在说的是汉人吗？是的，汉人现在是唯一能和我们进行战争的人，而且也是能够把我们打败的人。如果我们和汉人是敌对关系，那还不如让志之继续活着。这我不明白。你想啊，当初汉人为什么能够与我们和好？就是因为志之在那边经常袭击汉官，汉人要联合我们一起对付志之。可现在呢，志之死了，我们也处于最虚弱的时候。这时候汉人完全可以趁机把我们收拾干净，拿下整个大漠。我看啊，他们不喜欢咱们那儿，但他们愿意他们在北方的边境安静一些，让有可能成为他们敌人的匈奴人永远的消失。我要是大汉皇帝，我会天天这么想。啊？会是这样吗？是的，孩子，我们打了20多年的仗了，必须安静下来养一养。如果和亲能令大汉在我有生之年不进攻我们，匈奴便可以恢复他的元气。如果和亲能使我们与汉人真正的成为一家，那对谁都是好事，就让它好下去。如果有一天起了争端，那时候的匈奴已经恢复了他原有的力量。我也相信，大汉皇帝至少在这一代会真诚地对待我们。真不真诚啊？嘴里说了不算，什么事儿我都可以妥协，唯独父王要娶汉家女子这事儿，绝不妥协。举摩车，跟你哥哥好好学学，不可目光短浅。这件事，你们这些老臣为何反对？若依众卿之见，莫非朕说错话了？微臣以为，陛下非但没错，而且圣明。也只有你韩爱卿这么觉得。陛下，忠言逆耳。依臣愚见，臣以为此事还当从长计议。什么从长计议？这只不过是一个男人要娶女人为妻，这等小事，还要从长计议吗？陛下，微臣以为，
如匈奴嫁女于我，则不必多说；可嫁女于匈奴，却让我们这些为臣为将者实在脸上无光，实有无力保护大汉儿女危汉之感呐！荒唐！婚嫁之事与众爱卿有利无利何干？当此之际，是我大汉强于匈奴，是匈奴愿与我合婚，是呼韩邪有求于朕，并非朕平白贡献汉女，以求息事宁人。陛下，依臣之见，为何不让那呼韩邪嫁女于陛下或太子，以表诚意呢？那众爱卿就能满意吗？到时候，众爱卿又该说了，我堂堂大汉天子，竟拿狐女于后宫，成何体统？万一到时候要冷落了人家，那这合婚不反成了结仇？请订阅频道，帮我们留言、按赞、分享。